好，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这个泽伦斯基的这个情况。我们刚刚讲加拿大很痛苦，英国现在也很痛苦，德国现在也很痛苦，日本现在有一点点转向，就跟印度一样。那泽伦斯基到底该怎么办呢？因为呢，川普在这一次的80分钟的记者会当中呢，提到了俄罗斯的时候说，他能够理解为什么俄罗斯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泽伦斯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因为川普说他理解俄罗斯，那请问一下，那乌克兰要加入北约还有希望吗？乌克兰加入北约本来就是美国给的一个虚假的承诺，就是俄罗斯一定会看到乌克兰跟格鲁吉亚，就是乔治亚这2个地方，美国给的虚假承诺，从来没有一次他们真的是在议题内，他们只是被邀请要讨论，并且在2021年底的时候，俄罗斯曾经有讨论过，你要不要继续陈兵我的边界？这件事情非常严重啊！如果有一个人决定要在墨西哥陈重兵的话，美国会怎么反应？就是啊，这就是大家总是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好，所以呢，他现在已经喊话的北约啊，你的国防支出应该要5%。他这已经讲了好几次了耶。如果他讲第一次，你会说他疯子；但如果他讲了第3次呢？那请问一下，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北约国家要怎么面对？他本来是说2%，本来是2%，他希望后来变能够把3%。美国承担的军费降到差不多30%左右了，因为现在从70%要降下来。在未来几天呢？就今天呢，西方盟友呢50多个国家要在德国的美军基地呢，要开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会议啊。这是再一次的召开，但是问题是这一次呢是在川普即将要重返白宫的时候，所以到底西方盟友要怎么再去看待乌克兰？然后你也看到说呢，乌克兰内部的民调，其实乌克兰人都已经累了，现在超过1半的人支持割地来换和平了。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一看，因为它会影响欧洲的大格局。这一场俄乌战争在今年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休止符，我们现在不确定，但是这个休止符会决定北约、欧盟以及美国的关系。因为川普身边人传出来的方案20年不参加北约，那俄乌缓冲区由欧洲部队进驻，这2点俄罗斯都反对嘛。当然了，北约是要永远不能参加，那安全保证问题你乌克兰自己去处理。对。绝对不可以让欧盟的军队进来。对，所以因为那就让北约来了，所以等于目前是没有方案的那没有方案的情况下，如果川普不提新方案，然后又不压着泽连斯基上谈判桌，那我认为俄罗斯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继续打。那他未来打可能会有2个方向，第一个是因为2月都还是大冷天嘛，所以他会打能源设施。让乌克兰的人民出来反抗泽连斯基，那我简单讲叫做政变模式啦，就是乌克兰换一个领导，然后来谈这是第一个。那第2个就真打，他可能就会打涅伯城、打基辅。可是如果真打，那未来的界限可能就不是乌东目前的4个邦而已了。因为涅伯城我认为他打了下来。那涅伯城他就已经进入涅伯河了，涅伯河往上，最后就是基辅了。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那个就会比较麻烦了。可是这个过程因为刚刚倩姐也讲到，欧洲经济都很不好嘛，对啊，你能承诺乌克兰什么钱？那川普是不愿意给钱，所以乌克兰立刻会碰到一个困境，他公务员跟军人的薪水就发不出来了。那这样怎么战争呢？对啊。我觉得欧洲的资本大鳄跟美国的资本大鳄呢，老早就在看这一个重建的大饼了。虽然有人觉得说乌克兰将来还不起，可是窃国者侯，当你取得了这么庞大的一个地方的主导力的时候，而且可能是要将来几十年的主导力的时候呢，它是有足够的经济诱因的。所以，我个人倒是认为，如果真正有一个中战指导，那它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对抗，以后才会有个中战指导，大家开始谈判。所以我认为基辅比较是适合做一个有限度但是非常高强度的最后决战点你别的地方，因为乌克兰其实土地非常大，可是你中战指导之后的那个实际控制的边界会在哪里呢？我倒是认为，若是
俄国现在还愿意支持他自己在联合国的地位的话，他必须不能够用武力去征服领土，所以他必须要在能够用住民自决的地方，就是原来的那几个州，他们本来就有公投同意要加入俄国的这几个州呢，他如果留在这几个州，他就维持了在联合国宪章第2条里面的一个承诺，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看的结果。那接下来在这个比较好看的结果这条时空线底下，就是看能不能够确保不会有人再要陈兵俄国的边界，它中间的那个军事的缓冲区如何建立，和乌克兰当时将来我觉得应该也不是泽连斯基来讨论了哦。那他们想要的安全保证，在联合国的体系之下有没有可能做一定的承诺？因为大家可能记得，在黎巴嫩南部，像真主党啊这些地方呢，都还是有联合国的维和。虽然现在可以看到以色列根本不甩你，一脚就把它踢开了，但是毕竟我们曾经有一段时候，人类曾经有一段时候，在联合国的主导之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用武力去征服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土。然后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有一定程度的维和部队能够进入。这是在2000年以后呢，是由美国把它打乱的。美国在反恐战争以后，把这些秩序呢就全部打烂了，任意进入其他的国家。但是我们人类曾经有一段时候是有可能用联合国的机制去达成有限度的和平的可能性。好，所以香龙刚刚倩姐提到了一个勉强维持联合国宪章的好看的结果，俄罗斯要同意。对，我说，如果俄国还想要维持一个联合国的运作可能的话，分2部分，而且是新国际法，泽连斯基的未来，乌克兰的未来。那中国在最近几年啊，中国只要签署或者参与一些重要的，比如说2国或者是多国的联合声明啊、公报的时候，你都会在里面看到中国特别标举一句话，就是依据联合国宪章，中国严必称联合国宪章。某些方面来讲呢，中国给自己设定了框架，就是中国的国际的言行都不脱离联合国宪章，它会呢自我审查，而它也希望呢大家共同来捍卫联合国宪章。捍卫联合国宪章，从中国的立场跟中国的自我定位是合理，因为中国是一个不结盟运动当中最大的国家。它将来越来越会表现在所谓在南方国家或者金砖国家体系里面，金砖不会是一个结盟运动，它就只是一个呢不结盟运动的地缘大国，在相互呢取暖或者呢彼此合作的一个平台。那因此，中国未来它仍然会是中国会意外的，就是成为呢美国战后秩序原则的捍卫者。美国在战后所标举的，不管是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今天在捍卫这套秩序的，都是中国。中国言必称 WTO， 中国言必称联合国宪章，听起来很荒谬，但是事实上，当你看到美国在战后所建立的 World Bank、IMF 呢，它的总部呢都是在华盛顿特区，都是呢看得到白宫的位置上面。你知道美国这些的机构、这些的秩序背后的理念原则都是美国创建，可是今天在捍卫这套体系的是中国。这是第一个，就是中国会继续在一个不结盟运动的基础上面往前走，而其他的所有过去跟美国结盟，美国在全世界600多个基地，190几个联合国会员里面呢，有170几个国家曾经有美军进驻过。那这些的国家要如何去处理今天美国呢不惜威胁使用武力的时候，跟美国的关系呢要如何处理，才能够满足自己的安全感，这是个大问题。刚刚有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说那波多黎各跟关岛呢，美国是很现实的，因为他这时候如果把波多黎各跟关岛呢完全收进来之后呢，他是要付出一些呢财务代价的。所以选举的时候，你看到呢，他们说呢，波多黎各就是一个漂浮的垃圾岛。换句话说，现状对美国来讲是最好的，我没有把你收进来。关岛也一样，关岛是我的军事基地，可是关岛的原住民如果要取得美国国籍，最好的方式就参军。你呢，在美军服役过之后，你就会取得美国的公民，他没有美国的公民权的。所以呢，他们对待关岛来讲，对待波多黎各，不是他能不能把它吃了，是他不想吃，是因为这些国家不好吃，吃了不消化，跟加拿大不一样，跟格陵兰不一样。泽伦斯基的问题
未来的乌克兰的问题是一个我非常担心的问题，就是当川普今天让美国呢从战后秩序当中解放了，他从所有的就是说呢，我们曾经信仰的国际政治道德，今天川普告诉我们，政治道德无用论的时代到了，不要跟我讲道德。当政治道德无用论的时代到了之后呢，大家就解放了，不是就你川普解放。中国还苦苦守着呢那个所谓的和平共处原则，可是俄罗斯一定解放的。俄罗斯，你川普能做事，我为什么不能做？因此，我更担心的就是说，解放的难道只是你美国标举的政治秩序跟经济秩序吗？核武器的使用原则会不会解放？今天如果我要捍卫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我为什么要遵守战后秩序几乎跟联合国一样长的，就是说呢反核和核扩散的原则？今天核武器的使用，如果乌克兰的问题继续这样子走下去，核武器是会出现的。核武器一旦出现，一旦解禁了之后，地球上面呢，我说了，其他的小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是准备要亡国的。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刺，怎么可能呢？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当代，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对历史上面这么多的国家被践踏来践踏去的，它不过是在历史书当中的一句话而已。就是这个国家就被消灭掉了，就屠消了。许多的国家呢，小国家都会被屠消，这件事情是当代每一个小国都要思考的。那中国能够做什么？以中国的不结盟运动，中国的远端的军事力量的投送，顶多保护自己一带一路的利益。会有许多国家用这种方式跟中国呢做某种的绑定，可是那个绑定呢，终究不是提供安全感的绑定。所以如何处理跟美国的关系，是川普这4年当中每一个国家都要做的功课。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个，那你就让人家予取予求。川普呢，在上任的时候呢，有很多地方都松绑，金融也要松绑，加密货币也要松绑，科技管制也要松绑。我觉得他在国际强权这件事情上面，也就整个打开了。我问你，你现在还相信川普不会带来战争吗？我还是相信，不，他自己不会打，我不认为他自己会打，但这世界各地就自己打来打去了。其实国际已经有一个传言了，就是叙利亚那个俄罗斯的塔尔托斯海军基地，被以色列丢了一个战术性核武，对，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爆炸，有一个画面，有一个超级大的爆炸。那很多人都认为那个不是普通炸弹，所以以色列连美国的基地都要已经干了，不是那个是俄罗斯的基地，俄罗斯的基地都要，因为是俄罗斯海外唯一的基地。所以我不是说他不会带来战争，我的说法是说他自己不愿意打，因为他并不想要美国付代价，但是他会纵容全世界去打，因为他不会去管。你讲的就是区域战争。对啊，就是全世界进入黑暗森林法则啊，中东就很明显。对啊，没错啊。好，那反正这一个年，好，2025年我们要继续的看下去，理解这个世界正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好，我们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不要忘喽，下个礼拜继续收看《风向龙凤配》，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拜拜，雅虎。Yahoo!